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科技烂的频道。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写的股票分析软件。那这个小工具是给家人用的，他们因为看这些股市应该也有好几年了，但是他们可能对股票的某一只股票的全局感还不够强，所以我写了一个这样的 skill， 可以网罗这只股票的前世今生以及它最近的一个走势，那所以形成了一个类似于可视化的页面，帮助他们去决策股票。当然这个信息都是仅供参考的，而且我们都是通过抓的一些源去汇总，自己做了一套评分，做了一个大体的展示，我给大家看一下。这边包括最近的一个走势，以及买入点、当前的一个情况，以及压力位这样的一个可视化。我们就拿这个002131这只股票来做测试。我们目前只支持中国 A 股，好像是，我们可以去看一下。我这边就找一个机器人，我这边用的是 Hermes， 就是爱马仕，大家可以拿龙虾或者是 Codex 或者任何智能体，你只要待会儿我会给大家那个 skill 的链接，你们就可以去把它接进去，可以玩一玩，只限于大家玩，不做任何决策投资建议。再次重申。好，那我们新开了一个绘画，那我就问一下这只股票。那我现在可以直接，因为哈密斯已经装了 skill， 所以我们直接深度分析002131，直接这样，它就应该能去读我的 skill 进行分析。那我这个地方也详细的阐述了我这个 skill 大概在做什么，大家可以仔细去看一下，我就不在节目当中一个一个去跟大家分析了。反正有好看的界面，又有很强的客观数据依赖，再加上 AI 的智能分析，这三个环节去组成的这样的一个工具，它最终会生成一个 HTML， 就是方便做呈现用的。你看它现在已经在调用这样的一个 skill 了，然后再执行这个 Python 的脚本，再去拉取客观准确的数据源的信息。我们这属于 AI 的跨界，然后因为牵扯的数据源会比较多， AI 可能它会花一些时间再去做这件事情，大概要等个3-5分钟，它才能有一个深度分析的报告给到我们。他发我了个压缩包，可能 HTML 在Hermes 这边有点问题，他给我打了一个包，我们对全部解压一下，看一下他给我们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页面。我们可以在这块看到它的一个基本的情况，当前的评分 5.2， 那就是不是特别高，它属于科技板块的，是它的现价，这是它的一个市值、年度营收、成交额度。这块呢都就是它的一个 K 线，目前呢它属于在低位，它的压力位在这个地方。行业结构就是资金的一个构成，各种指标的一个评级，以及它的财报的情况的一些重点关注的点，以及它的竞品的一个情况。下面这个部分是多智能体的环节，它模拟了6个身份的分析师，然后给一个权威的综合性的一个打分，站在对应的6个身份的角度上来分析大概会有一个这样的总结性的话术每一只股票当前的状态都有所不同，大家可以留意。在这个报告当中有很多生僻的概念，它这边都会给大家提供比较好理解的解释，以及这些数据的来源，他们都是从哪个地方来的，东方财富、新浪等等这些比较大的门户数据来提供的。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小工具，可能会给你一些建议和参考，来帮助你去操作。当然还是那句话，不作为投资建议，毕竟是 AI
智能生成的，有很多其他的外部因素是这一个程序所考虑不到的。如何获取这个 skill， 我会放在博客里面进行一个分享。你拥有了这样的一个地址，我告诉大家怎么去跟你的智能体交流，让它帮你进行一个安装。我分享的就是我的这个 skill 的集合里面，这个是潜力股分析，但是潜力股分析我感觉它还有一些数据上的不完整，回头我还会去优化。你就拿这个，你把这个链接记下来就行了。我们启动我的 Codex， 我 Codex 目前没有装这个，我可以这样的把这个链接复制给他，我说把这个技能安装一下，相关路径兼容当前 Codex， 因为我这个是基于哈密斯还是龙虾的，它有些路径可能需要智能体微调一下，我们就回车就可以了。这个 Codex 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我现在已经至少在 Windows 端主力还是推荐大家使用这样的一个工具，因为即装即用，不需要复杂的这种环境依赖，那要比开源的哈密斯和龙虾要来的更加直觉，更加顺手。包括它这些绘画都可以进行一个保留，你也可以去根据项目来进行分类。我现在已经用的还是比较顺手的，公司里也是经常在使用的一个状态。它跟其他开源智能体唯一的一个优势就是在这种多轮绘画记录层面上要做得更加完善。那比方说我很久以前的一些功能，如果我新的要有一些优化和修改，完全不需要重新开绘画，我可以在老的这个绘画当中直接去使用，除非你是有新题目你才会用到新的绘画。它已经看到其实是默认的这个 OpenClaw 的路径，那我们要把它转换成 Codex 的路径。那这样就已经部署好了，我们可以让它来尝试为我们分析股票软件，看它能不能行。直接这样问，如果你可能说这个绘画已经很长了，你想开一个新绘画，那同样你也可以问相同的问题。它如果作为一个 skill， 它是全局环境下，你都可以直接就问它的，它会按照我们现在说的这个状态，它会去分析这只股票。他已经找到了这个股票的代码，因为做 skill 的一个好处就是跑过一次之后，它可以一直按照这个流水线进行可重复性的工作。Codex 有一点好处，它所有思考过程都给你用中文来表示，你这样它还没完全跑完，你可以看它每一个思考过程，都能大致了解它到哪一步了，它给你传达的结果究竟是什么样。这要比很多智能体要更加清晰。等它结果出来以后，它会把你当下的所有的思考就给清除掉，就给你一个最终的结论。所以在日常工作当中，我也是深度 Codex 的用户，然后对整个我们的产品项目进行一个分析，尤其是我们那种没接触过的项目，你拿它来做真的是会比较合适。当然现在目前还会有一个问题，就是验收环节，如果你对业务不是那么熟悉的话，目前可能还是需要你自己手动来进行验收。目前 Codex 对桌面端，至少 Windows 层面上的桌面端控制力还不是那么强，它到这一步基本就完稿了，我们可以直接就点击这个，它就在它这个地方就会呈现。你看跟我们用 Amis 做出来的是基本差不多的，它这边评分是 5.9，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应该是可以右键打开方式，使用我们的文本目录打开，直接点击，它用浏览器直接生成了。这只股票可能比刚才那只股票稍微好一点，但也好不到哪里去。
它的财报比之前那个会好一点。这类的股票可能跟智能体 AI 有所关系，所以当时龙虾火的那段时间，这两只股票涨得都还是可以的。但是龙虾热一过，感觉智能体的热潮减弱了不少，所以这些股票都开始有这种回落的迹象。好了，这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如何去部署一个智能分析股票的 skill， 你可以拿它来给你自己做一些参考。好了，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欢迎大家收看，拜拜。